北宋时期大名鼎鼎的包拯，那位被后世尊称为包青天的传奇人物，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家庭条件优越，父母对他宠爱有加，更重视对他的教育培养。在这样优渥的环境中成长，包拯却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奢靡之气，相反，良好的家风在他心中种下了清廉的种子。随着时间推移，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支撑着他一生坚守清正廉洁的品格。天圣5年，包拯高中进士，踏上仕途。他的第一站是建昌县知县，但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他毅然辞去官职，选择留在父母身边尽孝。直到父母相继离世，守孝期满后，包拯才重新踏入官场，出任天长知县。从这一经历便能看出，包拯不仅对父母孝顺，更是一个坚守内心原则的人。在那个以仕途为重的时代，他能为了父母放弃官职，这种对亲情的重视和对内心道德准则的恪守，为他日后的为官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康定元年，包拯迎来了他仕途上的一个重要岗位——端州知州。端州那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地方，盛产闻名遐迩的端砚。端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早在唐代就已经声名远播，到了宋代更是成为朝廷贡品。历任知府为了中饱私囊，往往在朝廷规定的进贡数量之外，私自增收几十倍的砚石。这些额外征收的砚石，一部分被知府们拿去讨好上级官员，另一部分则流入市场，换取巨额财富。包拯到任后，看到这种乱象，眉头紧皱，决心整治这股歪风邪气。他当即严令，必须按照朝廷规定的进贡数量制作和征收砚台，并且亲自监督整个过程。在他的严格把控下，端州的砚石征收恢复了正轨，百姓们也终于摆脱了沉重的负担。而在包拯离任之时，他的行为更是让所有人为之惊叹。他竟然一块端砚都没有带走。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块上好的端砚价值连城，许多官员离任时都会携带大量端砚，作为自己在任期间的战利品。但包拯却不为所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清正廉洁的誓言，不吃一砚归的佳话也从此流传开来，成为后世清官的典范。包拯在执法过程中，就像一位公正的天平守护者，坚决不允许任何一方有所偏袒。他深知法律的权威性在于其稳定性，因此坚决主张法律一旦确立，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在他眼中，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应一视同仁，绝无高低贵贱之分。有这样一个故事，充分展现了包拯的公正无私。包拯的堂舅仗着自己与包拯的亲戚关系，在乡里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犯下了不少罪行。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都盼着包拯能出面惩治这个恶霸。包拯得知此事后，没有丝毫犹豫，他亲自审讯堂舅。在公堂上，堂舅还妄图凭借亲戚关系逃过惩罚，不断求情。但包拯铁面无私，他深知如果连自己的亲戚都不能公正处置，又如何能让百姓信服法律的公正？于是他毅然下令严惩堂舅，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乡里，百姓们纷纷拍手称快，对包拯的敬佩之情更是油然而生。包拯的公正执法，让他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也让那些违法乱纪之徒闻风丧胆。在他任职期间，所到之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百姓们生活在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中，安居乐业。包拯生活的北宋时期，官场腐败现象严重，许多官员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包拯深知，这种腐败之风如果不加以遏制，必将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他挺身而出，成为了官场中的一股清流，对那些贪赃枉法的行为进行坚决弹劾。在众多被包拯弹劾的官员中，最著名的当属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凭借着这层关系，他在朝廷中平步青云，短短时间内就被授予4项要职。然而，张尧佐此人并无真才实学，他的晋升完全是靠裙带关系。这一现象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不满，但由于他背后有张贵妃撑腰，许多官员敢怒不敢言。包拯却毫不畏惧，他毅然站了出来，先后6次上书弹劾张尧佐。在弹劾过程中，包拯言辞激烈，直指张尧佐的无能和腐败，同时也对宋仁宗的用人不当提出了批评。他的弹劾不仅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宋仁宗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宠爱张贵妃，想要维护张尧佐；另一方面，包拯的弹劾有理有据，朝堂上下也议论纷纷，让他不得不有所顾忌。最终，在包拯的坚持和舆论的压力下，宋仁宗不得不免去张尧佐的2项要职，并规定后妃家庭成员今后不得担任国家军政要职。包拯的这次弹劾不仅打击了权贵的嚣张气焰，也为朝廷的清明政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这种勇于弹劾、不畏强权的精神，让他成为了官场中人人敬畏的对象，也让百姓们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包拯每到一处任职，都会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他深知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在开封任职时，他发现当时的诉讼制度存在严重弊端，百姓想要告状，必须先经过门牌司的层层审批，这一过程不仅繁琐，而且容易被官员刁难勒索。许多百姓因为无法承受这些额外的负担，只能忍气吞声，放弃告状的念头。包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心改革诉讼制度。他果断撤销了门牌司，允许百姓直接上堂投诉申冤。这一改革举措大大方便了百姓，让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百姓们对包拯的这一改革感激涕零，纷纷称赞他是真正的父母官。除了改革诉讼制度，包拯还十分关心百姓的生活。他积极减轻当地赋税，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为百姓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在他的治理下，开封城的社会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幸福美满。包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爱民如子，也赢得了百姓们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包拯的智慧在断案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善于从复杂的案件中寻找线索，解开谜团，许多看似棘手的案件，到了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牛舌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天，一位农夫前来报案，称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人割掉了。在那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耕牛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失去了舌头，耕牛就无法进食，最终只能饿死。农夫心急如焚，希望包拯能为他主持公道。包拯听完农夫的讲述后，并没有立刻派人去调查，而是让农夫回家把耕牛杀了，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农夫虽然感到十分不解，但还是听从了包拯的安排。没过多久，就有人前来告发农夫私自杀牛。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杀牛是违法的行为。包拯见此人前来告发，立刻断定他就是割掉牛舌的凶手。原来，包拯通过分析案件，认为割掉牛舌的人一定是与农夫有仇，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报复农夫。他让农夫杀牛，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让凶手自投罗网。凶手果然中计，以为农夫杀牛犯了法，便迫不及待地前来告发，结果却暴露了自己的罪行。这个案件的巧妙侦破，让人们对包拯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包拯就是这样，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破获了许多疑难案件，为百姓伸张了正义。他的断案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了千古佳话，也让他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包拯的一生是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一生，是公正无私、为民请命的一生。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北宋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黑暗的官场，给百姓带来了希望。他的故事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更通过戏曲、小说、影视等各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人们心中，包拯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正义、公平、廉洁的象征。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面对困难和诱惑时，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为了正义和公平而不懈努力。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包拯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需要像包拯一样，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质，秉持公正无私的态度，勇于担当，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更加自信，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包拯，这位北宋传奇包青天，他的名字和故事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熠熠生辉，千古流芳。中国人讲究敬酒，酒杯要满，酒满茶半嘛，茶杯一定不能倒满啊。为什么茶杯不能倒满呢？因为茶是热的，倒满了容易烫着人。不会倒茶的，把这茶杯倒得满满的，一看就是个外行。这酒呢要倒满，倒满表示尊敬，这就坏了。有时候有那餐厅啊，没有那小号的酒杯，你要喝白酒时候这么大一杯子，基本上2、3杯子灌得你脑袋就犯晕。大家都讲先干为敬，是吧？这酒场上非常苦恼啊。我这个吃过这种40人的大桌，大圆桌直径啊，我想想得有个7、8米长。啊，对面的人眉眼都不清楚啊，坐40个人，坐一桌上，轮番的敬酒。这顿饭屁股基本上招不到椅子上，刚坐下就有人来敬一酒，老得站起来，苦恼之极。那么这种敬酒的文化啊，敬酒的时候说各种过激的话，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说的各种这种祝酒词，就是逼迫你把酒喝下去。中国人认为酒桌上不醉一人，今儿算没喝好。西方人就不是这样，东西方都有醉酒的，但西方人不这么醉。西方人醉酒是自己灌自己，中国人醉酒是我灌别人，或者别人灌我，就是把别人灌醉，以此为荣。我现在是不跟人拼酒去了，年轻时候经有这事儿。朋友拉着说那谁谁请吃客，他们老挑衅。他请你吃顿饭，你还说他挑衅？为什么挑衅呢？说来了就是喝酒，一喝酒上来挑衅的态度就是说，今儿喝什么酒啊？说喝什么酒，随您啊，喝什么都成啊。我记得有一回一个朋友啊，多次邀请去喝酒，我就和我另外一朋友说，咱俩都跟他认得，咱就奉陪一场，做了充分的准备，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说喝什么酒啊？挑衅。我就说喝什么酒都成。他马上挑了一种酒，他说咱们今儿喝黄酒吧。你知道黄酒这东西特可恶啊，就是当你感到它酒劲儿来的时候，往往就晚了。白酒不是，白酒你感觉酒劲儿来了，如果你有自制啊，你不再去添杯，你可能就把握住了。但黄酒往往这酒劲儿来了以后，后劲儿极大，你控制不了自己。后来我说好，咱就喝黄酒啊。他说先上一坛，上来就挑衅一坛。我说哎，别介啊，不喝一坛酒，这样的话给谁倒多了少了都说不清楚。大部分喝酒的人都说我自个儿喝得多，每个人都往高了报，所以我就说呢，你那酒多大一坛？我记得很清楚啊，1650克酒啊，这么大一坛，3斤多。我说这样，咱们在桌能喝的啊，不能喝的不勉强，能喝的一人抱着一坛喝，自己一坛，自己给自己倒啊，不许洒，洒了还得添啊，不许耍赖，咱都把它都喝了。那天一人一坛，那啤酒就不算数。请我们喝酒的人，没到喝完就出来了，被出去了，不回来了。
等我们喝完了以后，高高兴兴准备走的时候哈，服务生过来说您2位得结账。我们心里就不是很痛快啊，说他请我们喝酒啊，他先喝大了，把我们撂这，这一桌席由我们结账，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说这规矩坏了，怎么办呢？正好这老板这餐厅带着澡堂子，带着洗浴中心，我说我们进去洗澡，等他酒醒。这一等就等到第2天早上。第2天早上我们准备走了，还得有事儿呢，想走走不了。说老板还没醒呢，啊，得等老板醒。我们又熬了2钟头，到10点来钟，老板醒了，这指令下来了，把我们俩才放出去。所以中国人这个喝酒啊，就是一定要喝出一后果来。西方人不喜欢，西方人喝酒，我们去喝酒就是站着，你喜欢喝多少倒多少，对吧？也不要弄得丑带排出。有人给你碰杯就是抿一口。没有非得干了，没这规矩，所以西方人不管是喝红酒、喝白葡萄酒，还是喝这个洋酒，他那个杯子都比较大，那要一口干了，如果你喝威士忌，干2口也晕。所以东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性啊，真的很大。这种社交场合，除了这种宴饮的社交场合，还有就是比较正式的活动啊。正式活动，我觉得西方人有一点啊，经常要求正装。其实西方的请柬上没这条。我们今天参加比较重要的活动，底下都有一行字叫请着正装出席。西方人不提示你，你这么重要的活动一定是正装。有一年啊，这个抗战胜利多少年我给忘了，美国大使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这个活动啊，很多人参加，除了美方的人，还有中方的人。你想想，是2战结束多少年的一个活动，当时还放了非常重要的美国的这个黑白的纪录片。那参加所有的会，美方的人都是西服革履的，每个人都是正装。我们这边不知为什么去的人，连上台发言的人都穿一运动鞋，穿一电工背心儿。你知道什么叫电工背心儿吗？就身上全是兜儿的那种。我记得那时候我儿子刚从英国回来，也去参加这活动，事先还穿衣服干什么都还准备了一下，到那儿一看就很生气。就说这种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人身份也不算低，职务也不算低，为什么着装这么不讲究呢？我告诉你啊，着装不讲究是一个不自信的彻底表达。一个人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如果违背公众的一个规律，穿一种奇特的服装，这人不自信啊，他才这么干。他不是有个性，他不是鹤立鸡群，他就是内心不成熟。他这种内心的不成熟呢，这个表现在社交场合呢，就是往往以自己不修边幅啊，不在意细节，来掩饰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感。这在心理学上都是有定论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啊，没出过国或者跟外国人不怎么打交道，到这种场合呢，反而不愿意把自己就穿得很正经，因为平时也不怎么穿，一穿上自个儿就更不自信了。这种感受呢，你第一次出席这种正式的社交场所，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的时候，你内心都有这个感受，我也有，每个人都有，对不对？我们就是跟西方人有很多文化差异。但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标准上参与一个共同的行动的时候，应该注意自己的仪表。它不是说你在一个自由空间里，比如飞机上。那么飞机上呢，经常碰见老外，这老外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他抗冻啊！国际航班有的那个空调开得太低了，我是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要2条毛毯还冻得不行。那老外啊，穿一 T 恤啊，不盖毯子，然后满头热气啊，打着呼噜，我就不知道这外国人怎么这么抗冻啊。后来仔细一看，哦，明白了，这外国人啊，毛多，御寒，胳膊上。腿上那腿啊，穿一短裤，2条腿啊，说熊腿有点夸张啊，说是个
马腿、羊腿都差不多，全是毛。我见过那个西方人毛最多的就是风一刮身上都冻了啊，毛多还软。所以人家一个经典的传说就是说，国外根本就没秋裤，只有中国人才穿秋裤啊。其实还真不是，这秋裤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但是国外大部分人不爱穿这秋裤，我其实挺爱穿的啊，我这不嫌丢人，我就爱穿。因为外国人呢啊，因为他的生活条件改善的比我们早，就是他很早就坐汽车了，那汽车里头暖和呀，所以一出屋门就进了汽车啊，所以穿少点没关系，穿少点利索，你穿厚衣服不利索。现在要不然就是里头穿的特少，外头有一个啊女的来一个皮大衣啊，男的来一个羽绒衣啊，一裹就进汽车了。穿多了肯定是不舒服，但是冻着就更不舒服。一到冬天，我天天能看见这种景啊！回家的路上，经过北京著名的一条夜店街啊，经常看那女孩啊站在马路边上，穿一貂皮大衣，光着两条腿，穿一凉鞋啊，高跟的，冻得俩腿并着啊，并着还冷，冻极了。这女孩站在马路上，这腿编麻花啊，互相拧着，太冷了。我看着都冷，你何必呢？你把自个儿冻成那样，你就不能穿暖和点吗？那有人说抗冻是个锻炼啊，也是个理念啊。啊，冬季有抗冻锻炼，我见过那个人抗冻的比赛啊，一个人坐在冰里跟人家拼命啊。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成，我们每个人啊，你不信你冬天试试去，你别说冬泳。你把鞋脱了，把袜子脱了，您光脚站冰上站一会儿，你试试，那跟站刀片上没啥区别呀。人家说你不懂了，说这冬泳的人呐，不能站冰上。你看那冰上不铺一毛巾吗？他跳水里没事儿。你们说我应该信他呢，还是信他呢？对吧？人养生啊，注意保暖，这肯定是没错的。但是注意锻炼自己抗冻也是没错的。比如有人说我只要经常有这种耐寒训练，我冬季不得感冒。我告诉你啊，得不得感冒跟你的体质有直接关系，但不是绝对的。比如病毒性感冒，你身强力壮依然可以得。中国人保暖的概念是什么呀？头寒脚暖8分饱，对吧？中国人知道头冻着没事儿，脚得暖和了，吃饭8分饱。其实吃7分饱就行了，8分饱就多了啊。过去与这个话对着的还有一句话啊，叫头寒脚暖8分饱，冷虽热屁穷撒谎。什么叫冷虽呀？就是冷的时候你是不是尿尿去，对吧？尿尿去，小孩过去尿虽，热屁啊，被窝里热吧，啊，热大发了，就排出去了啊。穷撒谎。你知道这个撒谎啊，是社会成本最低的一个事儿，高效啊，有时候用一句话随便就能把别人骗了。但是撒谎的代价是后来才能够体现的，所以西方人对撒谎的惩戒比我们要这个严重的多得多。我们对撒谎的惩戒都比较轻啊，中国人可以想象的对撒谎的最大的惩戒就是狼来了那个预言啊，西方人一看就是犹大，等级不一样。中国人过去啊，就是说这脚上穿一棉窝啊，棉窝。什么叫棉窝呢？那棉鞋特别暖和。咱们认为寒气是从脚底下往上钻，欧洲人认为这个寒气是从头顶上往下钻啊，所以欧洲人特别爱戴帽子。你注意看，欧洲人可以头顶戴一貂皮帽子，但他可以光脚穿一凉鞋，穿一夹板拖。我这有时候就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要跟这个西方人要是突然都扛不过去了，这欧洲人可以抱着中国人的脚，中国人可以搂着外国人的头，反正啊，就这俩地儿都怕冷。中国人啊，这个感情细腻，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西方人觉得他粗啊。为什么细腻呢？我们举个例子说啊，西方人就说春夏秋冬4季，我们通过4季来换装。
中国人四季中间每一季有6个节气，我们4、6、24个节气，每个节气都有微小的变化。因为有这种微小的变化，就有这种文化诉求，大家就学会了一个词儿，叫春捂秋冻，对吧？春天慢点脱，秋天呢慢点穿，多冻2件没事儿，别急着捂着啊。所以春捂秋冻一定是有一个道理的，就是防止你得病。我们要想东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其实真的很多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生活中看到呢，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坐月子坐月子这词儿在西方就没有，我不知道英文怎么翻译。坐月子是咱们的国粹坐月子这词儿呢，中国词儿呢叫产褥期，你听见没有？产是指生产，褥呢就是褥子就是您就坐你们家褥子上这段时期就叫产褥期。我们过去中国人认为的这个坐月子呢，实际上就是产后恢复期。我们传统认为产后的女子在这个1个月里不能洗澡，不能洗头，不能刷牙，不能梳头不能下床活动所以叫产褥期嘛，不能出去见风。你比如美国美国医生也认为，就是不管你是顺产还是这个剖腹产，现在叫剖宫产你都需要一个时间去恢复但是他建议你身体的护理和恢复呢，第一是营养，第二呢要洗澡，饮食要简单，防止太油腻每天要出去散步，找朋友聊聊天，喝喝咖啡，呼吸新鲜空气，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建议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简单的评判，以你对知识的掌握这个对这样的一个事物做出一个简单的评判，你认为怎么对，怎么不对，对吧？也不可以说西方人的全对，中国人的都不对，也不可以说中国人的都对，西方人的都不对，各有所长。在这个对身体的认知中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病看病呢，中国人过去在没有西医的时候就是看中医嘛。后来西医进入中国呢，西医因为是速效的，所以很多人愿意看西医。我们建国以后呢，西医得到了这个迅速的一个发展，所以中医就衰落了。中医呢，它有它的理论这个基础，它的理论基础呢就是阴阳5行，它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气形神的一个统一体。它通过4招叫望闻问切呢，合诊。望闻问切呢，其实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你看一个人的气色，红光满面，皮肤有光泽，这人一般没有什么疾病闻呢是指这个人身上的气味气味。过去病人身上散发着各种气味，有经验的中医一闻见这个病人的气味，就知道他身上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问呢就是讯问，切是切脉切脉我也会我摸我自个儿的脉我这脉跳动有力一下是一下，要一下是2下我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中医有它的这个理论，依靠经验生存。所以中医中呢有我们都知道，首先是中草药然后针灸、推拿，推拿就是按摩拔罐、气功包括食疗等等。拔罐这事儿吧，我们历史上拔罐在美国还引起误会，认为是虐待。那现在你看那个游泳的那个叫什么菲尔普斯吧，身上拔一身罐，给咱这中医拔罐呢做了一个极大的推广和广告。那效果是什么呢？有时候确实拔完了以后会舒服，就你感觉舒服了。我想外国人也不是傻子，拔完罐他难过，他才不会的拔呢。但西医认为中医这套理论不成，因为你是靠经验生存你靠经验生存，很多东西不能上升到理论，所以我们的中医呢就有好坏之分。我觉得老中医很重要，经验丰富嘛。这个有人认为上医治未病，下医治已病，就是说你没病的时候，好的医生就开始给你告诉你要预防什么；你有病了，那么现在的医生就开始给你治病。这个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把病治好了是一个
很准确的概念。什么叫把病治好了啊？我们举例说明。我高血压，我通过你的治疗，不管你什么手段，您是拔罐还是针灸，还是让我吃药，我严格按照你的程序走完，我离开你以后，我依然是正常状态，我的血压降下来了，这叫治好了。但西医现在大部分时候是控制病，你吃它的降压药，立刻就下来，你有一天忘吃，当天就上去，它永远不治好，它只是控制病。你比如糖尿病也是，天天要打胰岛素啊，一天不打你就晕了啊。所以这种控制病和治病之间是有区别的啊。我们认为真正的医学能够达到的是让你脱离疾病以后成为一个正常人，而不是我天天吃你的药，你赚我的钱，你控制我的病情不再发展，或者说不再显现。中医和西医之间啊，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啊。未来的这个医学肯定发展到每个人要强调你的基因排序啊，强调你的这个疾病的特点，给你单独一个药，不是在吃广谱药。广谱药就是一个药片谁都吃啊，对你有多少好处，可能中间只有20%对你有用，80%对你没用，但是只能够你吃这种药，因为这个药不是为你一个人生，所以对待疾病和对待死亡一样啊，就是中国人对待死亡是回避啊，完全回避。所以中国人生前很难立遗嘱。我们看到中国很多有钱人一旦去世，马上就家族纷争啊，诉讼四起。为什么？就因为没有遗嘱。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啊，好像交代遗嘱都是临死，所以中国人觉得写遗嘱不吉利啊。过去我们看到的电影、影视剧啊，都是这人到最后不行了，就说我还有一个事儿要交代啊，那交代完就死了，咯噔就不行了啊。西方人不是，西方人啊，打认字起开始就给自个儿写遗嘱。西方人20岁写遗嘱的有的是，没几年改一遍，没几年改一遍。随着自己的财产的增加，自个儿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所以这遗嘱不停地在改。我们东西方的生死观是不一样的，所以西方人现在提倡一些，比如安乐死，对吧？安乐死，这个我想，在我们可见的日子里，安乐死一定变成一个人对自己死亡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是不可以的，我们今天没有权利选择死亡。当然，我们也没有权利选择这个出生啊，出生是你爹妈的选择，跟你没关系。你看，我们用一期啊拉拉杂杂的讲了这么多东西方文化的这个区别，其实东西方文化区别很多。你比如打听隐私也算，西方人就不打听隐私，中国人就爱打听隐私。如果你德高望重，你打听别人的隐私都不觉得是什么。比如说，哎呀，小姑娘你多大啦？挣多少钱呢？这都叫打听人家隐私，是吧？结婚没有啊？啊，结婚以后有没有孩子啊？丈夫对你好不好啊？全这啰嗦事。他不觉得这是打听隐私，所以我们东西方文化中啊，差异性大的比比皆是。那这种差异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不是什么坏事啊，就是我们呢应该向人家好的地方学习，我们自己好的地方就要坚持啊。比如呢，这秋裤啊，天冷的时候该穿就得穿。酒呢，进了这个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大门，首先看到的就是木乃伊。他说：“我想呢，这至今仍是多数人初次参观时的一个首选。因为他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大英博物馆非常的大，你每个人进去都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去看。那么他接着就写啊，说当时吸引我的是木乃伊本身，木乃伊是他这个尸体带来的那种刺激又可怕的一种感觉。他说，如今当我穿过博物馆大中庭走上台阶的时候，依然能看到一对对的兴奋的孩子走向埃及厅，勇敢地去面对神秘而恐怖的木乃伊。
因为木乃伊这个是拍过很多电影的啊，我们有很多电影啊，我记得最恐怖的画面就是那个突然不知触动了哪儿，一大群圣甲虫就哇就排山倒海似的就爬出来了，所以给了很多人恐怖的感觉。那么这本书呢，就用木乃伊作为100件文物的一个开篇。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考虑啊，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从木乃伊身上谈人类的生死。那么这100件文物中呢，中国文物到底入选了几件呢？一共9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这个文明是巨大的，但是你放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你毕竟是只占有一块。那么大英博物馆编的《世界简史》中，我们有9件文物入选呢，我认为这个只多不少。那么在中国入选的这个9件文物中呢，第1件呢是西周的康侯簋，它距今有多少年呢？距今3000年到3100年。那么这个外国人呢因为这个书全是由外国人执笔写的嘛，他上来呢就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他说：“你是否常与逝者共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不是这个常跟死人一块吃饭呢？说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呢是个理所当然的事。说至今有很多人相信，他们去世的家人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他们，赐福于他们或降祸于他们。我们今天依然有这种习俗啊，很多人家人去世啊，比如这一个家庭最主要的父亲去世，这母亲每次把全家人拉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会另摆上一副碗筷，说给你爹呢摆一副碗筷。这种文化长久的影响中国人。过去啊，这个中国人父母的丧事呢是天大的事儿，朝廷的官员如果赶上他父母去世呢，他要回家守孝3年。过去守孝时间非常长啊。那么这个制度呢，最早就见于《晋书》啊，他说：“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欲，丁忧去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了这个官职啊，重用你的时候，恰恰你的亲人去世，这时候呢，你只好丁忧回家。那么在这个丁忧期间呢，官员不能继续为官，朝廷呢也不能征召这个丁忧之人，除非有特别的情况，就是极为特别的情况，所以呢，国家才能启用你啊。一般情况下，你必须呢，这个在家守孝啊。如果国家非要征用你的时候呢，你必须以素服办公，你还不能穿那个官服，穿得太热闹，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大英博物馆选用的第1件文物，这个康侯簋呢，实际上就是为去世的人祭祀所用。比如我们过去古代呢有一种制度啊，9鼎8簋是等级最高的，还有7鼎6簋就等级次之。我们为什么用鼎和簋呢？来说明我们民以食为天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鼎是用来煮肉的，簋是用来盛饭的、盛谷物的。那么大英博物馆啊，用康侯簋作为这样一件文物入选呢，肯定是基于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的这个考虑的。所以在我们9件中国文物中，这是第1件出现的中国文物啊。那么第2件是什么呢？按时间排序呢，就是中国的一个铜钟啊。这个钟呢是发现于陕西省啊，它是战国时期，距今大概有2500年。这口铜钟本来应该是成套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编钟啊，最著名的编钟就是曾侯乙墓的编钟。那么大英博物馆的这个专家写到呢，他说这个钟的主人呢，可能是当时的诸侯，他不用这么可能，他肯定是，这是平民是使不起的啊，不能拥有这样好的编钟。他也可能是某个诸侯国的一个大臣，拥有一套编钟。拥有编钟的这个诸侯呢，他一定要拥有一整支呢能够演奏编钟的乐队。
那当然这就是一个财富和地位的一个象征。这个编钟啊，就这口钟呢所传达的主要信息呢是主人的权势。我们今天的权势跟古代的权势有时候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好像觉得今天有点这编钟都属于艺术品，它跟权势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在这个孔子那个时代呢，音乐是个人教育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讲过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乐就排第二。那么孔子认为呢，这是这个音乐在教育中呢，能帮助你塑造一个国家，所以孔子教育的思想核心是让每个人了解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一个地位。正是这种思想呢，让铜钟西方人认为具备了这个哲学意义。那经过这个调试的钟呢，依次可以奏响，声音呢非常丰富，我们都听过曾侯乙墓的编钟的演奏。非常有趣的是呢，当时的战争礼仪中也要铜钟啊。中国人认为呢，不奏响这种钟鼓啊，发动攻击是不公平正义的战争，所以钟鼓齐鸣啊，奏响以后便可以大战一场。那么铜钟啊，它更多的用于宫廷议事和娱乐活动，这种演奏方式呢，就从中国传到了境外。如今啊，留下来的这个最接近古代演奏方式的这个演奏啊，它不在中国，在朝鲜半岛。我们的藩属国跟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从大约宋朝的后期啊，12世纪，朝鲜就出现这种演奏方式，它一直流传到至今。所以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朝鲜就是包括韩国的这种宫廷音乐呢，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早期宫廷音乐的一个遗存。今天啊，这个铜钟钟声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存在。你比如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上就使过铜钟，我们2008年奥运会上也重新奏响。那么我们今天一直谈国学啊，就把孔子又请回来，所以西方人认为呢，孔子的时代呢再次来临。那么第三件被入选的文物是汉代的个漆杯啊，这个漆杯呢，它是出土在这个平壤附近啊，这个很有意思，不知道怎么出土在平壤附近啊。那么它就是一个羽觞杯，我们过去给大家看过羽觞杯啊，俗称耳杯。那么这个外国人研究跟我们有些不同，他就讲这个耳杯制作起来太难了，说它要抹30多层漆，每抹完一次需要耐心等它干燥，这个周期需要1个月之久。这个关于漆器啊，我过去讲课中讲过漆器为什么在宋以后逐渐消亡呢？主要是漆器的成本决定的。在西汉的《盐铁论》里就记载了说，一杯券用100人之力，一屏风就10000人之功。就是你做一个漆杯子都得100个人的力量才能做出来，你做一个漆屏风那就是10000人之功。当然它这个不是指确指，是泛指，但是证明了这个做漆器的难度。漆器的干燥非常难啊，漆器它这个不像你想象的，我们今天很多漆啊，就那自喷漆什么都叫速干漆。我们中国传统的植物漆呢，干燥非常的难，它在干燥的环境中反而不容易干燥，它必须在潮湿的环境中才容易干燥。过去我看那个大漆做大漆的制品，那个为了让它干燥，在一间密封的屋子里挂满了麻袋，喷足了水，让屋里非常的潮湿，才能让它干燥。你想30多层。那么西方人啊，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文献啊，他们说呢，就是当年做这种漆杯的价格是十分昂贵啊，一个漆杯的造价呢，相当于10个青铜杯，啊，仅限于驻守边疆的这个将领和这个位高权重的人使用。我想他可能基于这件东西是在这个平壤发现的，所以他才说都是驻守边疆的人啊，封疆大吏使用。这件东西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上面有67个字啊。这个67个字呢，
外国人觉得很新鲜啊。这67个字跟欧洲人过去在早期文物中写一句箴言、写一条献词完全不一样。他写的是什么呢？他上面写的是人名，有6位不同种类工匠的名字啊，有制作木胎的，有刷底层漆的，有刷表面漆的，有给把手镀金的，有描绘图案的，还有最后打磨的等等，把这些工匠的名字写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在这6个工匠之后又列了7个质量监督员的名字啊，这种现象恐怕只有在中国出现，就是有人要为此负责